之前我们聊了日本的天皇一家，今天我们再来聊一下朝鲜和韩国的王室。首先来看一幅简单的关系图。朝鲜有一任国王叫做王建，他一共有着25子9女。他的二子王泰娶了他的8女王氏，他的五子王征娶了他的4女王惠，他的7子王旭娶了他的5女宣义，他的4子王昭娶了他的3女皇甫。另外还有他11子娶了他的2女，他25子又娶了他的6女。以上的关系不算复杂，但接下来的关系就稍微有些抽象。王建的4子王昭有3个妻子，一个是他的3女皇甫氏，一个是他的孙女庆和宫夫人，包括他的7子王朱林也娶了他的孙女2公主。王昭和皇甫氏共同生下了长子王长明，也就王建的孙子。结果这个王长明又娶了他的孙女献仪王后，又娶了他的大孙女献哀王后，还有他的小孙女献真王后。结果这个小孙女献真王后又转头爱上了王建的大儿子王玉。听起来可能有些乱，实际上确实不简单。显然从以上的关系就能看出来，大朝鲜王室的复杂和抽象程度和日本的天皇一家属于是旗鼓相当。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，天皇这么搞是为了要保持血统，可你大朝鲜的王室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这就牵扯到了一个历史问题。简单点来说，王建之所以能够创建高丽王朝，主要就是因为他得到了地方豪强的拥护，属于是经典的篡位和黄袍加身。那这些豪强为什么要拥护王建呢？因为王建使出了一个绝招，就是娶了他们的女儿。这样一来，只要王建能够成为国王，那他们的女儿就能够成为王后，他们的外孙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国王。但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个新的问题，高丽国内遍地都是地方豪强，该娶谁的女儿，不娶谁的女儿呢？如果只和其中的几个豪强联姻，那其他的豪强就有可能跳反。该怎么保证其他的豪强不会跳反呢？难道他能一个人就娶了国内所有豪强的女儿吗？显然王建他能，他行，他真的就一口气娶了29位妻子，这其中包括他功臣的女儿、将领的女儿、豪强的女儿，甚至还有前朝王室的后裔。这里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抽象的事件，新罗投降高丽之后，王建把自己的长女乐浪公主嫁给了已经投降的新罗国王金父，然后这个金父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建，之后他还觉得不够，所以又把堂妹也嫁给了王建。王建可以叫金父女婿，金父可以叫王建妹夫，两个国王真正成为了一家人。离谱的就是这个堂妹生下了儿子王玉，而王玉的儿子还真的成为了新的国王，这就相当于崇祯把女儿嫁给了努尔哈赤，然后崇祯女儿的后代顺位继承了清朝的皇位，显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曲线救国。虽然王建本着为国为民苦一苦自己的想法，把高丽国内所有的世家大族都变成了自己的一家人，实现了一种离谱的平衡，但接下来怎么办？下一代怎么办呢？现在的问题是他面前有着20多股势力需要平衡，但他却只生下了9个女儿，如果只把女儿嫁给其中的几股势力，那其他的势力可能就要集体跳反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难道他能一个女儿都不败嫁吗？显然王建他能，他行。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开始的关系图，除了和前朝新罗联姻的公主之外，生下的公主全部都是内部消化。另外为了安抚国内的豪强势力，王建还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，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天父，这个天父就是西海龙王。王建说自己的爷爷叫做帝建，传说这个帝建是唐肃宗的私生子，说是有一次这个帝建划着船去大唐认祖归宗，结果一不小心就掉进了海里，危急之下西海龙王把他爷爷给救了上来，而且还把龙女嫁给了他的爷爷，然后他爷爷就和龙女生下了他的父亲。所以说王建的体内有着龙王的血液，不是我不想把女儿嫁给你们，实在是龙王他老人家不愿意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在这一套操作下，王建看起来是平衡了国内的势力，但他却忽略了最为关键的一点，就是总有一个儿子要成为高丽新的国王，而因为他娶的这29位妻子全部都是地方豪强的后代，所以这个皇子的背后也肯定有着相应的豪强势力。于是这也就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，该让哪个豪强的后代成为新的国王呢？在这个问题上，王建他不能，他也不行。所以在王建去世之后，所有的皇子都开始被迫养蛊，谁能成为新的国王呢？谁能活下来谁就是新的国王。就这么自相残杀到了光宗王昭时期，事情终于出现了一个变数。这一次顺利吃鸡的王昭是一个虔诚的佛学弟子，一生倡导的就是慈悲为怀，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去野外放生，甚至他还禁止御厨在王宫之中屠宰牲畜，王室想要吃肉就必须要从市场上购买。慈悲为怀的王昭不忍再看到王室内部的这种自相残杀、骨肉相残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把他们都杀了吧，苦一苦兄弟，骂名我来担。于是他就针对自己的所有兄弟进行了一场定点的清理行动，确保从此以后的高丽王室再也不会出现骨肉相残的情况。事实证明，王昭的办法确实解决了王室内部斗争的问题，但也确实没剩下几个王室成员，而这又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，王室和豪强的势力受损，所以高丽的权臣又站了出来。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一幅奇景，先是大臣李自谦跳反，推举了高丽仁宗成为新的国王，然后就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然后又是大臣李一敏跳反，又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。没过多久，李一敏被崔忠宪平定，结果崔忠宪平反之后，自己又立马跳反，而且还先后控制了3位皇帝。最抽象的是在穆宗王宋时期，这个王宋继位时年仅7岁，因为国王尚且年幼，所以需要他的母亲千秋太后摄政。这个千秋太后有一个宠臣叫做金志扬，这位也是一个玩弄车轮的高手，凭借着自己的一身功夫，金志扬让千秋太后怀上了身孕。怀孕之后，千秋太后计划着要废除王宋，改立这个私生子为新的国王。王宋得知计划之后，就连忙召集了大将康照入京，他又计划让康照去除掉金志扬。结果这个康照也有自己的计划，康照进京之后发现你们谁都能跳反，凭什么我就不能跳反呢？于是他反手就杀了王宋，又顺手除掉
掉了金枝阳，并且推举了显宗王寻成为了高丽新的国王。按理来说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高丽的王室也会像天皇一样，从此就成为了全城的傀儡。但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变数。我们之前说到过，在对待中原王朝的问题上，高丽一直都秉持着光速华贵的策略。比如他曾宣称要誓死追随后唐，后来又誓死追随后晋，还有誓死追随后汉，还有誓死追随后周，接下来还追随了辽国，追随了金国，追随了北宋，追随了南宋。但总这么追随也不是一个办法。到了南宋末期，趁着中原大乱，高丽国王决定不能再继续软弱下去了。咱们高丽为什么就不能站起来呢？所以他们决定改变策略，好好的和中原王朝较量一番。那这个时期谁在中原呢？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。结果就是高丽和蒙古连续爆发了9次战争。蒙古直接就打穿了整个高丽。此时的高丽国王叫做忠烈王，面对蒙古的强硬态度，忠烈王的大脑飞速运转，似乎又想起了先祖的绝招，求你把女儿嫁给我，以后高丽的国王可能就是蒙古的后代。但这一次的绝招显然是用错了地方，因为蒙古虽然答应了忠烈王的请求，但却同时又做出了2个规定。第一个是蒙古的公主必须要成为高丽的王后，第二个是公主的子嗣必须要成为新的国王。在蒙古帝国的干涉下，高丽王室确实减少了内部斗争，因为蒙古公主有了至高不上的地位，高丽国王也确实摆脱了大臣的掌控，因为现在国王轮到了蒙古掌控。忠烈王的计划是找个妻子，找个靠山，结果没想到找来了一个新的祖宗。这些蒙古公主不仅是高丽的王后，而且还能够左右国王的决策，甚至在上朝的时候，国王都要坐在公主的下位。蒙古外嫁公主的年龄普遍偏低，高丽国王必须要等到他们成年后才能够和蒙古的公主圆房，期间还不能亲近其他的王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高丽国王对于蒙古的态度极为复杂，一方面需要蒙古的支持，一方面又不满蒙古的干涉。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中苏王一家。中苏王不敢反抗元朝，但又想要狠狠地报复元朝。怎么报复呢？他在元朝使臣的国书上画上了大量的符咒，认为这样就可以反噬元朝，以此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。结果就被元朝以谋逆的罪名废除。中苏王有2个皇子，第一个叫做钟惠王，这位是一个著名的大孝子。自己的父亲被元朝废除后，他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，强行收走了自己父亲的后宫。为什么要收走父亲的后宫呢？因为他又强行侵犯了元朝的太后，然后他就被元朝的皇帝直接毒杀。第二个叫做恭敏王，这位不是什么大孝子，但却在各种高压之下被逼成了一个同性恋。国王成为了同性恋，那皇子的来源就成了一个问题，怎么办呢？恭敏王让自己的侍卫去到自己的后宫，想办法去给自己创造皇子。就这样一直到了元明更迭的时期，高丽国王终于摆脱了元朝的控制。但紧接着各位往圣先贤又开始轮番的登场，首先是以曹氏为首的军官控制了高丽的王室，然后又是以郑氏为首的文臣控制了高丽的王室。文臣控制完是朴伟家族控制，朴伟家族完了是崔莹家族控制，崔莹家族完了是李仁仁家族控制，李仁仁家族控制完了以后，又轮到了以李成桂为首的军官控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高丽国王又想起了曾经元朝的好。元朝虽然干涉自己的朝政，但起码更迭的还没有那么频繁。但元朝已经没了怎么办呢？于是国王又派出了自己的近臣，去到明朝请求明太祖立即对自己的国家重拳出击，请求明朝抓紧去坐到国王的头上。结果却遭到了朱元璋的拒绝。在得知了明朝的态度之后，李成桂立马就以国王的血统不纯为由，又上演了一场黄袍加身，创建了一个李氏朝鲜，就像是曾经高丽的太祖王建一样。然而这个李氏朝鲜的抽象程度也丝毫不落于曾经的高丽王朝。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是白同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